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带大家解读这项气象大模型的最新研究。来自 UCSD 的研究团队推出了 Zephyrus， 这是首个专为气象科学设计的智能体框架。它成功打破了高维数值栅格与语言交互的壁垒，让大模型不再仅仅局限于处理文本。通过将大语言模型与专业气象工具深度集成，该研究展示了智能体在复杂气象推理中的进化方向。现在的 AI 气象预报存在明显的短板。气象基础模型具备强大的高维数值处理能力，预报精度甚至超越了传统物理模型。然而，这类模型缺乏语言推理能力，无法进行交互式科学工作。与此同时，大语言模型虽然擅长文本理解，却看不懂复杂的气象栅格数据。这种能力断层导致当前的 AI 无法独立完成完整的气象科学推理任务。传统气象工作流也存在严苛的专业壁垒。专家必须在 ERA5、海量数据与 X-Array 等复杂工具间频繁切换，这种环境重度依赖专属计算设置和各类晦涩的 API， 计算结果仍需人工翻译为行动洞察，从而导致严重的决策延迟。行业急需一个能调度专业装备的语言桥梁。Zephyrus 通过一套闭环框架实现了气象任务的自动化。接收到自然语言指令后，核心智能体会自动将其转化为 Python 代码。随后，执行组件 Zephyrus World 介入，利用代码执行服务器、调度预测器、地理定位器等5大专业工具。该架构直接对接了 Weatherbench 2等权威数据集，并支持根据执行反馈进行反思修正，确保最终返回的科学解答准确无误。为了保障代码安全运行， Zephyrus 采用了 Fast API 沙盒隔离架构，底层由多个并行的 worker 协同工作，每个 worker 都拥有独立的工具资源池。这种设计实现了真正的多任务并行，确保并发处理时零冲突。此外，系统通过严格的获取释放协议与超时保护，建立了一套可靠的防死锁机制。在底层架构的支持下， Zephyrus World 挂载了5大超级插件。这些模块以 Python 为核心，涵盖了从数据索引、地理定位到预测模拟和气候统计的各项功能。模块化设计让智能体能够根据任务需求灵活调度不同的专业工具，从而完成复杂的气象推演。Zephyrus 的前2件武器是数据索引与空间定位插件。Data Indexer 对接 Weatherbench 2权威数据集，将复杂的高维气象栅格通过统一接口暴露给模型。针对大模型不懂经纬度的痛点， Geolocator 利用 Natural Earth 数据集实现了地名与精准坐标的双向转换。这使得智能体不仅能看懂数据，还能在地图上准确定位并进行面积加权计算。除了基础定位， Zephyrus 还挂载了2件用于推演未来的重型武器。短期神经预测器 Forecaster 内核集成了先进的 Stormer 模型，它支持从任意初始大气条件启动，预报速度比传统数值模型快出几个数量级。物理气候模拟器 Simulator 则基于 Neural GCM 动力核心，在 T32 分辨率下，单张 A100 GPU 仅需25秒即可完成5天的气候模拟。这种极致性能让大模型具备了快速推演大气演化的能力。为了精准界定气象异常， Zephyrus 引入了历史气候统计插件。它预先计算了1979年至2000年间的全球基准期数据，作为科学判断的锚点。该插件支持瞬间调取平均值、极端值及分位数等关键统计指标，无论是季节、月度甚至6小时级别的特征，它都能全方位覆盖，帮助智能体快速识别当前气象状态是否偏离历史常态。Zephyrus 提供了2种引擎，首先是单步直达模式 Direct， 该模式在接收任务后会一步到位生成 Python 解决方案，系统内置了防错机制，支持最高20次的代码纠错重试，以保证执行结果的可靠性。它非常适合逻辑直接、目标明确的数据检索与基础计算任务，为常规查询提供了极高的处理效率。应对复杂科学任务时， Zephyrus 切换到多轮反思模式 Reflective， 它基于 React 工作流，让智能体经历感知、推理、执行到观察的循环。智能体会先编写探测代码，随后根据返回的客观结果进行反思，评估其是否符合气象常识。这种迭代机制能有效识别逻辑错误或模型幻觉，显著提升了对异常数据的敏感度与推理深度。为了验证智能体的能力，研究团队打造了 Zephyrus Bench 考场。该基准测试包含2230个高价值问答对，
涵盖了49种不同的气象任务类型。测试数据完全基于真实的 ERA5 全球再分析资料，任务难度从简单的单步检索，一直延伸到包含极端事件检测、专业预报生成以及反事实推理的困难级别，极度逼近真实气象专家的日常工作。这些高质量考卷是通过半合成数据流水线生成的，流程始于 NOAA 的真实气象报告，提取出的声明经过模板化处理，并经过严格的人工审查，以确保科学准确。随后，系统通过 LLM 编写的代码在 ERA5 数据集上进行自动验证。这种结合了自动化处理与人工校验的方法，最终产出了既具备自然语言复杂性，又符合严谨物理事实的任务样本。评测过程不仅看字面回答，更深入到了气象科学实质。研究团队设计了5个维度的严苛指标，数值类采用标准化绝对误差，空间类使用地球推土机距离测算球面误差，时间类则关注绝对小时误差。此外，针对描述性报告，系统基于声明级支持度计算 Discussion Score， 这套多维评价体系确保了智能体在物理规律与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均得到客观衡量。实战表现证明了 Zephyrus 的强大。在所有任务的综合准确率对比中，纯文本大模型仅有 17%， 而采用直达模式的智能体准确率跃升至 58.5%， 多轮反思模式更是进一步提高到 61.2%。相比传统方式，整体性能实现了 44.2% 的绝对提升。这说明气象任务不仅需要大模型的脑力，更需要智能体作为眼和手，通过工具调用来告别幻觉。在具体任务中，智能体展现了精确打击的能力。数值任务的误差分布曲线显示， Zephyrus 的误差高度收敛于0，远优于纯文本模型扁平且脱尾严重的曲线。在地理空间定位方面，结合 Geolocator 插件后， GPT 5.2 的位置预测准确率从 18.2% 飙升至 90.4%， 这证明了专用工具在消除模型模糊感、提升计算精度方面的统治地位。即便有了工具加持，智能体在不同难度任务下的表现依然呈现阶梯式差异。在简单的检索分析中，准确率高达 90.9%， 堪称游刃有余。但在涉及极端事件检测等困难任务时，性能会骤降至 14.2% 到 37.7% 之间。核心痛点在于长程气象报告生成，即便表现最好的组合，讨论分也仅为 0.27。这说明模型在进行复杂的长程气象推理方面，距离人类顶尖专家仍有差距。通过追踪智能体的行为，可以发现其对不同工具存在明显的依赖差异。Geolocator 地理定位器的使用频率超过了 75%， 是认路的基石。相比之下 ，Forecaster 预测器的使用率为 43%， 多用于极端天气任务。值得警惕的是，智能体会产生工具误用幻觉。例如在短期预报中错误地调用气候模拟器，导致准确率不升反降，这暴露了大模型在处理超长上下文及复杂指令遵循时的薄弱环节。这是一个关于风暴路径预测的失败案例。真实情况是风暴席卷了美国南部，但智能体却预测它会发生在高纬度地区。诊断日志显示，智能体在编写代码时设定了风速需大于25米每秒的硬编码阈值。由于该风暴实际风速仅为21米每秒，未能触发阈值，导致模型完全错失目标并产生了假阳性信号。这揭示了硬核气象学定义的极端微妙性。即便调用了正确工具，代码层面的判断逻辑失误依然会产生偏差。消融实验揭示了气象推理的本质难度。在常规模式下，使用 Stormer 模型预测未来数据，准确率从 60.5% 提升至 83.2%。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在上帝模式中，将输入替换为完美的真实发生数据，准确率也几乎没有进一步改善。这说明解决撰写灾害报告等困难任务需要的不仅是精准数据，更需要模型具备强大的跨尺度领域认知与深层推理能力。Zephyrus 成功构建了大模型与物理气象世界之间的连接桥梁。作为首个气象科学智能体框架，它利用模块化的 API 设计，展现了向水文学及地球科学领域延展的巨大潜力。这种架构有效打破了技术壁垒，让业务人员能通过自然语言进行深度的气象数据挖掘。目前，该项目的代码与基准测试已在代码仓库开源，这标志着气象科学正朝着通用人工智能的方向迈出关键一步。